在荒山上可以打造生态池塘吗？里面养上各种小鱼小虾，还有锦鲤和黑鱼。鸭子们在水边游来游去。天哥告诉你，可以。3年前，昆桑得到一笔遗产，不是西周的，也不是汉代的，而是爷爷在荒山上留下的一片地。这是什么鬼地方？周围一片野草。当然，这石头山上不缺的就是石头。这玩意可以卖钱吗？走到山坡上，发现这有个干涸的小池塘。原来爷爷之前也喜欢养点小鱼小虾。现在还是冬天，到处都是一片死寂。昆桑决定过2个月再来观察这里。到了春天，天气慢慢变暖，下过雨后的积水留在这个池塘里，居然很久都没有干掉，水非常浑浊。不过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走近一看，好家伙，这是一堆青蛙卵。拿手捞起来看看，好像果冻一样。看来这地方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天气越来越暖和，昆桑来这个荒山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虽然从城市过来开车得几个小时，山上变化很大，小草都变绿了。昆桑决定在这里打造一个生态池塘，自己徒手打造一个超大的池塘是不太可能，那就得发挥超能力了。昆桑花了1万块钱买来了几吨土和石头，把爷爷的池塘重新改造一下，打造一个真正的生态池塘，尺寸在4米乘以7米左右，也就是30平米的面积。给工人打钱之后，挖掘机就开始干活了。趁着这个时间，昆桑开始观察周围的环境。因为远离城市，这里的生态环境不错。这就有一根大辣条，野外的辣条，不招惹它的话，它是不会随便咬人的。还有这些小甲虫，身子是紫色的。建造池塘的第一步是挖土，当然池塘里原来的小青蛙，昆桑也都给它们救了出来。挖掘机更换成更小的一种，这种方便在小空间里作业。4个小时后，池塘的轮廓已经出来了，深度在2米左右，这样可以在池塘里养殖不同种类的生物。为了防止泥土滑坡，在池塘的边缘铺上无纺布，上面铺上防水布。池塘太大了，光是防水布的重量就超过了50公斤。接着开始给池塘里造景，这和在鱼缸里造景的感觉差不多，唯一不同的就是指挥挖掘机造景好像没那么容易。一块大石头砸在底部的防水布上，昆桑总怕它给砸一个坑。摆满大石头后，就是填充小石头，给大石头的缝隙里都填充上小型的石头，让造景看起来更加自然。看起来怎么都不那么自然。好吧，接下来开始往池塘里加土，还有池塘的边缘也都用土把防水布掩埋。3天的时间总算打造完了基础，开始给池塘加水。这时候一只小青蛙也来看热闹。昆桑挖了一棵植物放在池塘边，这池塘这么大，差不多可以装接近90吨水。昆桑在商店买了一些植物，种在池塘边上。几百块的植物，在这个大的池塘边，好像根本就不起眼。当然还有一些挖来的苔藓，希望它们会越长越多吧。随着水加入的越来越多，池塘也越来越像那么回事了。用挖掘机把一棵大树扔里面，刚刚加完的水变得非常浑浊，可能得几天才能变清澈。不过小青蛙们已经迫不及待了，它们在水里开始活动，岸边也发现了几只小树蛙。5天后，昆桑来观察池塘。到了5月份，天气开始变热，没想到池塘里的水变绿了，变成了一滩拿铁。池塘边种的几棵植物，叶子都干掉了。幸运的是，水里的植物还都活着，水并没有变清澈。随着阳光的照射，藻类开始疯狂生长，这养了一池塘的绿水。昆桑倒是非常开心，说明生命已经有了最基础的食物。青蛙们产下了很多卵，但是水位也下降了几厘米。想等池塘变清澈，可能还得让池塘建立消化系统，这是一个急不来的过程。这个池塘和家里的鱼缸差不多，就是大了几百倍。池塘边发现了野生动物的脚印，可能是一只小鹿跑来喝水。在池塘生态慢慢建立的过程中，昆桑也来到野外的河边，在这采集一些植物和动物，沿着河边随机采集一些植物。这种野生的植物还是要比买来的生命力强得多。河里还有很多的小蜗牛，这是一块石头，把它们也抓一些带回去。水草种在池塘边，蜗牛也扔在池塘里，它们以水中的藻类为食。水变得这么绿，
说明水里的营养非常多，这需要大量的生物去消化。这有只蜻蜓正在水里产卵，它的小宝宝也可以让生态变得丰富多样。不过这些小蜗牛可以处理这么大的池塘吗？正在观察的池塘，突然水边跑过去一个小虫子，把它抓住。原来是一只虎甲虫，身上五颜六色的，看起来很漂亮。这边有了一个大池塘，相信它以后也不会渴了。好了，兄弟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拜拜。书接上回，池塘建好了，在河边抓来一些小野鱼，也不知道是什么鱼，先让他们闯一闯缸。好家伙，这条怎么开始仰泳了？可能抓在一起的时候被别的鱼给咬了，只好给它埋在池塘边了。池塘里生出了大量的蝌蚪，藻类还是没有变少，不过水是比以前清澈了很多。种下去的水草状态都很好，石头和木头上到处都是小蝌蚪。在往池塘放鱼之前，先准备大量的水藻，这些看起来一跳一跳的小虫子就是水藻，大概有几万只。它们主要以浮游植物藻类为食，而且也会成为小鱼的食物。对抗藻类还有另外一种东西，那就是水葫芦，它们会在水面上自由漂浮的生长，挡住阳光，水中的藻类自然就会变少。刚刚扔进水里，就成了小蝌蚪们的庇护所。1周后，昆桑来观察池塘，之前的几万只水藻，环境适宜的话，1周的时间应该会长成几十万只。这次带来的50条小鱼，你可以猜出这是什么鱼吗？它们还没有1厘米大，它们是锦鲤的幼鱼。池塘里有了足够的食物，除了吃水藻，它们还会吃蚊子的幼虫孑孓。不过它们现在也太小了，放进水里很快就消失了。我们来找一下小鱼，小鱼没找到，倒是看到不少蚊子幼虫。50条小卡拉米放进去，好像没放一样。这片水域对于它们的尺寸来说，好像大海一样，不知道它们能活下来几条。过了一会儿，在石头旁边的阴影里，发现了它们成群游泳的影。给池塘添加2种植物，丰富池塘的生态系统。接着在池塘边安装一个太阳能灯，继续到野外的河边抓鱼。这次抓到的小鱼有泥鳅，还有蚌花的，把大一些的鱼扔回去，只留吃藻类和吃蚊虫的小泥鳅。一起带来的还有大量的螺类，它们也可以控制藻类的爆发。打造超大的池塘是一个长久的事情，考虑到以后的换水，昆桑在山坡上钻了100多米，打了一口井。不过电的问题没解决之前，还只能用洒水车来加水。如果水位超过2米，水就会从这个提前设置好的排水口流出，继续给池塘里加水，让水自然的溢出。这样相当于给池塘换了水。换水后3天，池塘边的水清澈了很多。给池塘里加入1000只黑壳虾，这些虾也可以啃食藻类，分解有机物。蝌蚪和虾会互相帮助，虾会吃蝌蚪的粑粑，蝌蚪会吃死掉的虾。看看水下的感觉，水里有了大量的水藻，蝌蚪们肚子都吃得饱饱的。池塘打造后半个月的时间，水葫芦的数量增加了不少，水质非常清澈。在水下拍摄看看，好家伙，满满的都是水藻。用水藻控制住了藻类的爆发，但是水藻的数量又失控了。当水藻大量繁殖又没有足够食物的时候，它们会大量的死亡，接着池塘会再次被藻类占领，这好像是个死循环。这次昆桑带来了500条金鱼苗，它们小时候都是灰色的，长大后会变漂亮。3、4天后，电力公司终于来安装电线杆了。生态池塘建设了1个月，池塘看起来还是很空。昆桑准备了一个孵化器来孵化一些鸭蛋，将来小鱼的数量控制不住，就可以让鸭子来做它们的上1级食物链。这时候的小蝌蚪已经长出了4条腿，再过1周，它们的尾巴也会消失，变成真正的青蛙。之前放进去的锦鲤也看到了，它居然长得这么大了。现在它们和金鱼在一起游来游去。这次给池塘带来的是600条泥鳅。泥鳅有什么作用呢？它们摇晃身子钻进泥土里，可以吃掉并分解这些来自鱼和植物的有机物。打造这个池塘已经花费了多少钱呢？粗略算了一下，大概有10万人民币了。但是池塘里好像什么生物都看不到，这有点尴尬了。水族馆里有一种鲟鱼，看起来很像鲨鱼。昆桑买了4条，把它们放进池塘里，看起来很漂亮。池塘旁边安装了电线杆，
有了电就可以做更多的事儿。安装一个水泵可以制作一个小瀑布，一个造浪泵可以让池塘里的水循环的更好。水泵安装在池塘底部，通过圆管把水引到这个大盆子里，制作出了一个小瀑布。继续买。1天后，昆商又买来了300条清江鱼，它们会捕食微小的昆虫，也会成为其他大鱼的食物。在阳光下，2个小眼睛反射出了闪亮的光，不过放进去没一会儿也是完全消失了。不但看不到鱼，监控摄像头还看到一只翠鸟，把这里当食堂了是吧？花了这么多钱养了这么多鱼，给它爽到了。坏了，连续看了几天的录像，这只翠鸟还不走了，难怪之前看不到鱼。那能引吗？自然是能的，谁叫人家是保护动物呢？计划失败，看来不能从小鱼养到大鱼了。昆商直接买来了2条大鱼，像是锦鲤和金鱼的杂交品种。这么大的鱼，翠鸟应该吃不下了吧？看一下昨天的监控，这翠鸟吃的开心，住在这池塘附近了，而且不止一只。听说一只翠鸟1天可以吃50条鱼，这几千条鱼也不够它们吃多久。那能怎么办呢？就当我们养了几只翠鸟吧。好了，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本期你将扮演老佛爷，我要洋人死。不好意思串台了。哦不，你将扮演上帝，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池塘里放入1000多条各种小鱼小虾，池塘边种了各种水草植物，来观察这个生态系统的建立。2个月后，第一个难题来了，池塘吸引来了一些翠鸟，他们把这个池塘当成了免费的食堂，而且他们还不走了，你只好来到野外的河边，给翠鸟们寻找食物。野外的河里有很多小鱼小虾，为什么这么说？这里有块大石头，石头上有一是水獭的粑粑，既然有水獭，那鱼肯定少不了。果然2个小时就抓了这么多鱼，不知道这些小卡拉米符不符合翠鸟的口味，抓紧把它们倒进池塘里。池塘的主人翠鸟来了，想要满足它们的胃，这些小鱼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还得来到大桥下的小河里，把这些小野鱼都一网打尽。这么多鱼差不多了，那么谁会是翠鸟的前菜呢？有的慢的就是前菜。我们来看看鸭蛋孵化的怎么样了。已经孵化了20天的鸭蛋，内部发生了变化。孵化的过程是很神奇的，再有不到10天，这蛋就会变成一个个可爱的小生命，想想就非常期待。这个20平米的池塘，想要看到鱼儿游来游去，在物理上有点难。除了翠鸟的因素，之前放进去的鱼儿也基本都是小鱼。这次昆商带来了50只稍微大一些的锦鲤，大小都有10厘米左右，有红色的，有金色的，还有黑红相间的，看起来非常漂亮。这个尺寸的鱼，翠鸟也不可能吃掉它们，它们会成群的游来游去，在池塘里形成一个漂亮的风景线。新的一天开始了，这次给翠鸟带来的食物是庞皮鱼。这种小鱼个头不大，它们会把卵产在河蚌中，身子扁扁，长大成鱼的时候颜色会变得非常漂亮。把这几百只庞皮放进池塘里，躲在石头和水草的缝隙中，生存能力强的就会活下来，繁殖更多。水面变得清澈了很多，这是因为我们使用了一种秘密武器，使用一个水泵接上圆管，让水再回到池塘。不过回去的时候放在水桶里，桶里放了过滤棉，过滤棉用石头压住。看似简单的过程，把石头拿出来看看过滤棉，好家伙，短短的几个小时，过滤棉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这种物理过滤的方式简单粗暴，过滤棉洗洗还可以重复使用。监控画面里出现的这个鸟就是池塘的主人，当着上帝的面在吃鱼，是真的无法无天。鸭蛋在孵化28天的时候有了动静，小鸭子破壳了，在挣扎了12小时后，新的生命诞生了。刚刚出生的小鸭子不能直接来池塘，它们需要在保温箱里适应一段时间。1天后，小鸭子已经走得很好，能吃能拉了。作为上帝，在池塘边偷偷观察池塘的主人翠鸟的时候，总是被蚊虫叮咬，这上帝当的有点憋屈，那必须得安排上食虫植物、捕蝇草，还有猪笼草、毛膏菜。在看了晚上的监控录像后，还是低估了这个池塘的吸引力。晚上的池塘是野鸭子的圣地，环境适宜，也没有天敌，它们放肆到白天也不想走了。唯一让上帝感到欣慰的是这些锦鲤鱼，它们在池塘里游来游去，好像数量并没有减少。在水面上撒一些饲料，它们就游了过来。平时没人的时候，
它们会躲在池塘深处，可能是各种野鸟和野鸭子，给它们也造成了不小的压力。是时候做点反击了，那得派出真正的鳗鱼。这些是鳗鱼宝宝，它们可以长到半米长，把它们放进池塘里。当这些可恶的小野鸟想吃小鱼的时候，看到鳗鱼宝宝可能会吓一跳啊。另一方面，为了让池塘的生态丰富多样，上帝还带来了100只羊永春。在一些小河和野外，经常会发现它们。2只大大的卡姿兰小黑眼睛，一个完整的池塘生态怎么能少得了它？第二种物理上的反击是2只小王八，它们的脾气不小，当有鸟来抢食它们的猎物小鱼的时候，它们也会给出有力的还击。这2只小王八可能比上帝活得还久。3个月后，翠鸟和野鸭子没有减少，倒是把老鹰给招来了，这给上帝整得一惊一乍，太吓人了。池塘生态的建设还不能停，这次带来500只小虾米，它们可以帮助啃食藻类，还有这几十只国产斗鱼，有5颜6色的鱼鳍。同时放入池塘的还有这些河蚌，有了螃皮不放河蚌，那它们怎么繁殖呢？河蚌还会过滤水中的微生物。作为一个上帝，建设好一个池塘最想做的事儿就是化作一个小鱼，观察池塘底下的风景。不对，念错咒语了，上帝变成了一只乌龟。背上一个相机，我们来看看池塘底下的风景。Non, rien de rien. Non, je ne regrette rien. Ni le bien qu'on m'a fait, ni le mal, tout ça m'est bien égal. Non, rien de rien. Non.Je ne regrette rien, c'est payé, balayé。好了，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上次说到，在荒山上打造的这个20平米池塘成了翠鸟的食堂。这次上帝来到漂亮的山谷里，给翠鸟找吃的。山谷里非常漂亮，石头上长着绿油油的青苔，水非常清澈，想捞起鱼来就不容易了。半个小时就抓了20多条，还好提前下了几个地笼，这个地笼里有5、6条，上帝感动得快哭了。再看看这个地笼，只有1条，一条也是鱼，总共抓了30多条小鱼。话不多说，把小鱼们放到翠鸟的饭盒里，同时在池塘边种植芦苇。到了夏天，考虑到下雨后池塘的水会溢出，上帝决定在雨季到来之前，在山坡的下面打造一个山谷，山谷和池塘的排水口连接，这样每次换水的时候，水也会顺着山谷流下去。这个山谷是之字形的，同样以防水布打底，山谷2侧铺上大块的石头，水从中间流下来。山谷打造完成后，小青蛙就入住进来了，用自来水冲刷一下石头，洗了半天，水还是浑浊的。到了暴雨天，水的流量可能是这个的好几倍。几天后，果然下起了大暴雨。好在池塘里的水并没有溢出。雨停后，上帝跑到池塘，大风大雨过后，池塘里的小鱼们倒是没什么反应，它们在这里嬉戏玩耍，好像更开心了。鸭子出生20天后，已经长得很大了，给它什么都吃得嘎嘎香，好像一个吸尘器。怎么让它提前适应一下池塘的生活呢？上帝看了下家里的鱼缸，游起来不错，不过你不能偷吃里面的鱼。3天2头的下雨，池塘没有发生什么意外，倒是池塘边的植物长得越来越茂盛，在雨水的冲刷下，颜色变得更加翠绿。山谷里的水变得非常清澈，在雨中欣赏池塘，感觉又不一样了。拿出一些鱼食来慰慰锦鲤。天晴后，翠鸟好久没见了，老鹰倒是经常飞在池塘上空。经过雨水的冲刷，池塘反倒变得更加清澈了。鱼的数量控制不住，可以安排鸭子；鸭子的数量控制不住，可以安排大只眼。雨季过去后，出现了新的问题，那就是野草的长势快控制不住了。那怎么办呢？
很长一段时间，上帝总去河边埋头挖草。他的池塘办法呢，首先搭建一个围栏，整一堆隐者神龟。看看他的小脸，呆萌可爱的样子。原产于非洲，以新鲜植物的叶子为食，平时在家饲养它们，没有新鲜野草，只能喂大白菜。这只怎么还逃跑了？这只也想逃跑，不过他那笨拙的小短腿在腰马合一的时候摔倒了，站不起来。是谁说他们吃草的？这只怎么开始啃石头了？看来他们还不饿，还是上帝看着他们不好意思吃呢。在监控录像上看一下，没有人的打扰，他们果然吃得很香。有的乌龟在睡觉，有的乌龟露出了小裤头，在想着怎么逃跑。围栏里面有草，这个却想吃外面的草。这只小家伙在努力地帮上帝除草，一口就吃了2厘米。吃完后开始思考卫生。今天是减肥的第3天，刚才我燃烧了多少卡路里呢？不过看了一会儿，上帝觉得他们除草的速度好像赶不上草长的速度。上帝每天除了观赏池塘，还有一件事必须得做，那就是洗绿棉。作为一个合格的养鱼佬，洗绿棉也是上帝解压的一种方式。池塘边长出了一些不知名的杂草，这个草你知道是什么吗？它结出的果实有青豆那么大。这次我们再来看看水下的世界，相比上一集乌龟脑袋的视角，这次水清澈了很多，水草边有成群的小野鱼。池塘下的山谷里好像缺了点东西。上帝带来了一些卷柏，卷柏是生长在岩石缝隙里的特殊植物，而且是一种药材。山谷的石头缝隙里正好可以种上它们。1个月后，小鸭子从一开始的可爱小黄鸭变成了一只黑不拉几的丑小鸭，就叫它小黑吧。怎么越长越难看了？把它带到池塘边，它在吃什么东西？好像在吃土。从小在人类的照顾下长大，这小黑可以独自下水生活吗？我们帮它一下。水下有很多的小鱼做朋友，看来根本不用适应环境。小黑天生就是这块料，它开始兴奋起来。小黑很纳闷，这些五颜六色游来游去的，是不是我的食物？先喝点鱼汤吧。没想到的是，小黑对鱼不感兴趣，而是开心地吃起了鱼食。在小鱼的视角看一下，平静的池塘突然来了这么个东西，它们都躲得远远的。上帝还给池塘带来了2个蜂箱，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蜜蜂，它们可以帮助池塘边的植物授粉。池塘建设了3个月，真正的主角终于来了，那就是这条黑鱼。上帝在一个快要干涸的河边发现了它，只有15厘米，非常瘦弱，有点担心它会不会被锦鲤攻击。个头不大，却非常有灵性。小家伙待在岸边，好像在感谢上帝，希望他在池塘里吃好住好。好了，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秋天来了，做了一天上帝的你来到池塘，成群的小鱼前来迎接。你想多了，其实他们是饿了，那就给他们一些鱼食吧。从上面看，池塘里的水也是清澈见底，这些鲟鱼也开始在水面活动，它们喜欢水温低的池塘底部。之前天气热的时候很难看到它们的身影，现在就得让鱼儿们吃得饱饱的。等到了冬天，它们基本上不用进食，除了鱼饲料，上帝还带来了小鱼们最爱的食物，那就是红线虫。这里大概有10万只红线虫，刚刚扔进水里，小鱼们就抢食了起来。蛋白质含量高，对于小鱼增肥是非常好的食物，就连锦鲤都非常爱吃。好像池塘已经很完美了，没有问题。创造条件，我们也得制造问题。现在天气已经开始变冷，等到冬天，池塘会是什么样子呢？池塘的山谷里长出了一些奇怪的东西，圆圆的，看起来很像是蘑菇。来观察一下蜂箱，把饮水器里加上糖水，可以让小蜜蜂们在没有花朵的季节里也不至于饿着。水葫芦也都变黄了，天气变冷，它们可能也无法生存。水葫芦会吸收水中的有机物，当它们枯萎变黄之后，可能又会影响水质，那只能手动先去除一部分了。看看水下的感觉，上次放进去的黑鱼怎么找不到了呢？可能藏在岩石后面。秋天适宜的温度让蚊虫也开始活跃了起来，池塘边的食虫植物就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看它们的叶片上沾着一些小飞虫，虎蝇草
还抓住了一只带黄蜂。上帝在河边抓来了几十只蜻蜓、幼虫、水菜，它们也对控制蚊虫有很大帮助。雨季的时候，每次下雨，雨水会顺着山坡流下来，池塘外面也会有很多积水，这说明这边的土壤很难渗水。上帝决定把池塘边的平地也改成一个花园。花园的基础如果排水不好，雨水一多，植物就会被浸泡，很难存活，那就得上超能力了。用挖掘机把靠近山坡的土挖出1米的深坑，里面埋上排水管道，管道上有孔洞。当雨季的时候，水会从小孔里渗入管道，通过管道排出，管道全部连接在一起，上面包裹一层无纺布，防止泥土堵住小孔。接着在上面铺上大颗粒的石子，排水系统做好了。接下来就是翻土，把池塘边500平米的土都翻一遍，打造一个生态花园。松远的土是基础，基础有了，上帝买来了60多棵不同种类的树，把它们种在池塘边的花园，还有山坡上。天气慢慢变冷，最低温度到了只有10度。到了冬天来观赏池塘，上帝可能会挨冻。山坡下有一个破房子，严格来说这不是一个房子，只是一个大棚。上帝决定把它改造成理想中的样子。首先拆除没用的部分，好像都没有什么用，全部给它裁了吧。接着开始建设小房子了，先用钢结构做出房子的外围，房屋周围做好排水系统，浇筑混凝土，打好地基。池塘建设6个月后，水葫芦都腐烂了，山上植物的落叶都被风吹到池塘里。这时候要做的就是把它们都捞出来。水温下降，小鱼们游起来也缓慢了很多。进入冬季后，原本漂亮的池塘变成什么样了呢？水草叶子发黄，破败不堪，就连池塘边的野草也都快消失了，没有了水葫芦的控制。池塘里面又长满了青苔，从水下看倒是非常漂亮。不过这里面还有大量的湿藻，对于很多水生植物来说，湿藻可能又是一个灾难，那自然是不能饮的。上帝带来1000只蜗牛，让他们来啃食湿藻。再来看看小房子建的咋样了，骨架已经起来，打造半透明的外墙，冬天可以在里面晒太阳。2个月后，下了冬天里的第一场雪，房子也建好了。打开门进去看看，主要框架是木结构的，阳光充足。打开空调的暖气，房间内非常暖和。下雪后的池塘是什么样的？感觉和夏天完全不一样。里面的小鱼还好吗？过滤器里的水还在流，只是周围都冻成了冰，水面有一半也结冰了，完全看不到鱼的影。池塘不能就这么下去，得打破僵局。里面隐约可以看见小鱼了，把冰打破，小鱼们在水下是什么样的？到了冬天，它们也不怎么吃东西，游起来更慢了。这2条鱼是不是冻坏了？怎么开始吃起冰块来了？在这么漂亮的阳光房里，上帝应该吃点啥呢？对了，上帝也好这一口，那就是泡一碗方便面，这是幸福的味道。在墙上打个孔，安装烟筒，房子内部安装一个小火炉。寒冷的冬天好像没法出门了，那就在这个小房子里边取暖边做点手工活，用电动工具裁切木板，切完后用砂纸打磨，一个菜板就做好了。我们的主角小黑也来参观池塘，这次他没法下水了，水面完全被冻住，只能在冰面上溜达了。那怎么行？挖开一片冰面，让小黑进去玩一会儿，他玩得很开心。好了，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上帝退休后，计划在荒山上打造一个生态池塘。池塘打造好后没几个月，冬天来了，池塘周围的植物都变黄了。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是时空运转的规律，人也是一样，生老病死是自然的规律。寒冷的冬天很快过去，小鱼们也偶尔会游到水面。在春天到来之前，在池塘边种2棵大树，池塘里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青蛙卵。这棵巨大的老榉树重达7吨，上帝就不亲自动手了，让吊车给它放到提前挖好的土坑里，用池塘里的水给它浇灌一下，让它适应一下本地的水土。一棵树有点太孤独，怎么也得安排2棵。这棵比人还粗的榉树，底部直径超过了1米，也给它安排在池塘边。下午下起了小雨，池塘的改造工程暂停一段落。上帝来到阳光房避雨，这房子怎么开始漏水了？好家伙，什么豆腐渣工程！外面下小雨，屋里下大雨。除了喜欢时间停止，
上帝偶尔也会来上一次快进，遇到糟心的事儿，上帝就想打开遥控器，按一下快进按钮。天晴了，雨停了，池塘下面的山谷太小了，这次让挖掘机来干活，重新给它挖大挖深一些，在阳光房的前面挖一个小池塘，池塘里的水通过山谷流到这个小池塘里，一样四铺防水布，周围用石头装饰。从上帝视角看一下这片土地，好像还是有点荒凉。春天来了，在池塘周围铺上人工草皮，这种草耐寒性好，也比较容易养活。把这片空白的地方涂满，得需要180平米的人工草皮。草皮铺好后，整个池塘看起来舒服了很多。阳光房门口的小池塘里已经有生物搬了过来。上帝的女朋友铁锤在小池塘里发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外面是透明的，里面有一颗一颗黑色的珍珠。原来这是蝾螈卵，没想到这附近还有这种生物。他也来这里安家了。为了给小家伙制作一个合适的环境，上帝让铁锤在小池塘附近种上水生植物。把这些木贼草也种在旁边。到了晚上，来偷偷的观察一下小池塘，还真的有蝾螈，而且不止一只。蝾螈喜欢生活在低温而且水质比较好的环境中，这说明这水的水质是没问题，水生植物在恢复状态。青蛙也来产卵了。天气变暖和后，池塘边种的大树也开始发芽了。为了丰富生态，还得种植大量的植物。这些多肉植物种在大石头旁边，这里可以接受到早晨的太阳。到了4月，气温上升了不少，池塘里的鱼也慢慢开始活跃了起来。来到池塘边看看，锦鲤的数量怎么少了这么多？只有稀稀疏疏的10几只。经过了一个冬天，难道池塘的水质出了问题？用水质监测纸测一下，硝酸盐和亚硝酸盐几乎没有，酸碱度也在6.5左右，水的硬度也不高，看来水质问题不大。水中的藻类爆发，反而水中硝酸盐被吸收了，只是水下一片浑浊，又影响观赏啊。原来在池塘里出现的几只鸳鸯，在南方过冬后又飞了回来，看来池塘里的鱼还得补充。首先还是加入无数的水葫芦，让它们控制藻类。在光线充足的白天，池塘的水面好像有一层油膜一样，看起来非常难看。烂掉的水草和藻类漂浮在水边，得想办法解决它们。准备一个锅和一个篮子，篮子底部切一个洞，把水泵的管子通过这个篮子放在锅里，锅里放上过滤棉，把这个装置放进池塘里，打开水泵测试一下，水面的油膜开始被吸了过来，看起来还是有效的。不过这个速度想清理干净这20平米池塘的油膜，可能得1个月。池塘里的鱼儿变少了，那就得来到这野外的河里上点货了，一次性抓个几百条鱼，把它们倒进池塘里。经过1个月的改造，油膜没了，水还是不清澈。不过上帝在这看到了一个黑影，原来是黑鱼，它还活着。水下还看到了一些小鱼苗，不知道是哪个鱼生的。这么大的池塘，想要维持水质，仅仅是一个水泵完全不够，那就得靠自然调节。问题来了，上次加入池塘的几百条鱼，还有那些锦鲤，为什么看不到鱼呢？我鱼呢？水面上只看到了2、3只，那就得研究一下监控录像了。一开始录像上什么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吓了上帝一跳，这是啥玩意儿？好像是一只苍蝇。好家伙，他伸出了长嘴，一下抓住了一只蜻蜓。原来他是喜欢吃昆虫的。还好，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观察这玩意儿。吃完前菜后，苍鹭把视线转到池塘里，然后突然袭击。我的妈！养了1年的锦鲤，上帝眼泪都掉下来。大自然太可怕了，我要回家找妈妈。本来以为他叼了条锦鲤就走了，没想到半小时后又回来了。这次鼠可饮，大爷也不能饮了。上帝刚刚冲过来，他就飞走了。查了一下，这家伙不只是会吃鱼，就连清道夫野兔子也不会放过，那是好事儿啊。那池塘里的锦鲤咋办呢？好了，本期生态池塘的故事分享到这，我是天哥，我们下期再见。